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只有85万美金，那么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在台湾买得起100万美金的房子呢？就是再辛苦工作个几年吗？其实这几年美国的资本家就已经亲自下场告诉你，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台币换成美元，然后呢就等个2-3年之后，再把这个美元换回来台币就 OK 了。而结果呢，你还真的发现，因为美联储升息了，大家为了把钱换成美元，然后放到美国的银行收取利息，所以大家呢都把这台币卖了，然后抢购美元。也因为这样，台币直接贬值了16%。也就是说，当年在台湾卖100万美金的房子呢，如果房价不涨不跌的话，你现在还真的只需要拿84万美金，也就是打个85折就可以买下来了。而其实呢，不止台湾，全世界大部分的货币也一样疯狂的贬值了。这个呢，就是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我不需要用枪指着你，你一切的资产呢都要打折贱卖给我的。那么，如果你觉得美联储现在也不升息了，甚至开始降息了，这个货币战争呢已经结束了，你再也没有机会打85折买房的时候呢，其实新的一轮货币战争呢又已经悄无声息的开始了。而如果说连全世界的国家资本家都已经在囤黄金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接触过黄金的话，毫不夸张的讲呢，那么你就会注定一辈子贫穷，或者也不会有钱到哪里去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扫地僧。只要你是一个想要多赚一点钱，或者你只是单纯想要守护好自己财富的人呢，那么你都会去留意这美联储到底会有什么动作的。但是对于我们商人投资人来说呢，我们更关注的是加拿大的央行。为什么呢？你看这图很简单的，蓝色这条线呢是加拿大央行的资产，灰色这条线呢是美联储的。那么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呢，加拿大的这条蓝色线是不是比灰线的美联储上升的更早更快呢？这个呢就代表加拿大比美国扩表的更早，印的钱呢更多。20年呢也是一样的，蓝线的加拿大开始了没有上限的扩表之后呢，美联储才跟上的。其实降息呢也是一样的，去年24年降息的时候呢，蓝线的加拿大又是比这个美联储提前了2个月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这扩表印钱，还是说这降息，加拿大一般呢都会比美国更早的去做。其实呢也不难理解，今天你是老大，那么打架的时候你会不会第一个冲出去呢？拍电影的时候就会嘛，但是真实的情况肯定是躲在后面啊，你一开始就挂了怎么办呢？所以呢一定是让能打的手下先去试探一下对方的实力怎么样，然后再决定要怎么出手的。所以你就想一下嘛，如果今天美国第一个冲出来降息，然后降错了，市场呢就崩盘了，那就没了呀。而之前的影片呢就讲过，其实加拿大就好像美国的子公司一样，所以一直以来呢，它都是会先冲出去，帮着美国去测试一下整个市场的反应的。那么问题就来了，现在加拿大宣布，预期呢，它在下个月就开始扩表印钱了，它准备冲出去了。那这个呢，是不是也代表很快美联储也会跟上呢？而每一次只要美联储扩表印钱，这个黄金呢都会瞬间的暴涨了。比如说08年印钱了之后呢，黄金就翻了1倍；20年印钱之后呢，黄金就涨到了现在，也接近翻了1倍了。所以是不是说，只要我们在美联储印钱之前，我们提前去布局这个黄金，那么等到它印钱之后，我们的财富呢也有机会翻1倍呢？那要怎么去布局呢？而黄金的暴涨，其实呢就是新的一轮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了。普通人的财富不但不会因为升息结束而重新变多，反而呢会缩水的更厉害。为什么呢？如果说你不想要成为这场战争的棋子或者是牺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借这个局把自己的钱越滚越多，跨越整个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说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同于浪费了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就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了。首先，如果你不是住在美国，甚至特意去搜新闻呢，你很难知道，就是我1个月前的影片说的，美国已经有7个州通过让黄金重新变成货币了，而现在呢，直接瞬间增加到47个州了。也就是说，对于美国人来说，现在黄金跟美元一样，都是货币了，都是钱了，都可以拿去买东西，不一定要用美元了。这代表什么呢？上面说了，
如果美联储已经距离要扩表印钱不远了，到那个时候呢，美国人手上的美元是不是就要瞬间贬值啊？所以如果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呢，可以让自己国家的人把美元换成黄金，这样美元贬值的时候，美国人手上的资产是不是就不会缩水的那么严重呢？那这个呢，只是非常表面的目的啊。但是先记着，现在美元跟黄金都是钱，很重要。然后为什么最近黄金的价格涨得这么厉害呢？就是因为美国说准备要对这个黄金加关税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是卖黄金的，那么我把黄金卖给美国，我本来呢可能只需要交10万的关税给美国，但如果下个月加了关税之后，我呢可能就要交30万的税了。这样我下个月黄金生意的成本呢是不是就增加了？那我下个月是不是就要卖得更贵一点了？这样才能维持利润嘛。也因为这样，我明知道你下个月要交我关税，那么我这个月是不是就要尽可能的把天量的黄金运过来？这样的话呢，我付的还是这个月的关税，也就是10万嘛。等到下个月你加了关税之后，我就不用付给你30万的关税了呀。也就是说，我现在运过来就可以节省了加关税之后的成本。所以你就发现，现在大家都在英国买黄金，然后疯狂的运过去美国。现在英国卖的那些金块金条都已经被抢完了。也因为这样，最近的黄金价格就涨得很厉害。而这呢，其实就是一个新一轮的货币战争。什么意思呢？你思考一下，黄金的上涨对美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囤着最多的黄金啊？其实呢，就是美国。因为在过去战争的时候呢，美国就卖武器赚走了很多黄金，然后呢还弄了个金本位，告诉全世界你们把黄金给我，我给你们美元，以后你们就可以用美元来做生意。然后如果你们想要回这个黄金的话，你就可以拿着美元来跟我换回去。也就是说，美元以前呢是可以在美联储兑换黄金的，这就叫做金本位。但后来美国就说因为来找我兑换黄金的人太少了，大家都是在用美元做生意，黄金不方便嘛，所以呢就取消了金本位。也就是以后美元呢都不可能在美联储把这个黄金换回去了。也就是说，美国用印出来的钱换走了全世界的黄金。也因为这样，美国现在自己的黄金就有8000多吨，是全世界最多黄金的国家，比第2名到第4名加起来还要多而且这8000多吨呢，只是它美国自己的黄金。刚才说了，很多国家的黄金呢其实都在美国那边嘛。比如说德国，它有一半的黄金都存在美联储了，但是这些黄金呢它却不可以拿回去。就之前德国曾经说想要到美国看一下自己存的黄金，然后呢就被美联储拒绝了。也就是说，美国自己的加上别人存进去但拿不走的黄金呢，其实已经有15000吨了。这些呢都是美联储的资产所以黄金涨了，谁最爽如果说我们去看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呢，就是它账面上黄金储备的那个价值呢，40多年前是110亿美金，而现在呢你会惊讶的发现，它还是写着110亿美金。但是美联储手上8000多吨的黄金，至少也值个8000亿美金吧。这个还没有算其他国家的黄金但它呢只是写110亿美金，被低估了70多倍。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一直以来美联储都是主动的隐藏了自己的身价，以身作则的告诉你，他手上最多的资产是美债而不是黄金。为什么？因为全世界都是以美联储作为风向标去投资的，就是他买什么大家就买什么。比如说美联储印钱去兜底买美债了，那么美债就会涨嘛，然后全世界呢也会跟着去买美债，而买美债呢就需要用美元嘛，所以大家就需要美元，让大家继续的相信美元是最安全的资产。而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美债卖不出去了，大家都不愿意借钱给美国了，觉得他还不起钱了。而这时候呢，黄金这个被低估的资产呢就可以成为秘密武器了。比如说我找你借1万，那你觉得我还不起，所以你就不借给我了。但是现在你却发现我家里面有一个祖传的古董，可以卖个100万，原来呢我是个富二代，那你是不是就会重新的考虑把钱借给我了呢？也就是说，过去这几年美联储扩表印钱，大家都觉得很疯狂。美国呢欠了36万亿的债，但其实里面有80%呢都是美国自己印钱借给自己花了，所以美国真正欠全世界的钱呢，其实只有7万多亿美金。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碎片都串联在一起的话，我们的眼睛呢就会打开了，看到一个非常惊人的未来现在呢你一定要跟着我的思路，我跟你再过一遍
现在美国50个州里面，是不是已经有47个州告诉你，美元跟黄金都是法定货币啊？也就是说，美国又开始把黄金等同于美元了。这是不是为美国再一次跟黄金挂钩做了准备呢？然后美国说要给这个黄金加关税，现在全世界的黄金正在以最快的速度运过去了美国，对吧？所以美国的黄金是不是瞬间的变得越来越多呢？同时很多人都忘了，其实美国是全世界囤了最多黄金的国家。而最后呢，现在黄金的价格是不是在疯狂的暴涨了？所以你看见了吗？如果美国重新恢复了金本位，如果美国宣布将自己手上的黄金作为抵押去发行这美金，这会发生什么呢？大家现在会用美元呢，然后买美债借给美国呢，是因为美国的信用嘛？就大家都觉得啊，美国是不可能会倒的国家。但是当大家都开始怀疑美国的信用，都去美元化，都不再买美债的时候呢，如果说啊，现在美国把黄金跟这美元美债又重新绑定在一起了呢，你们全世界可以不相信美元，但是你们是不是一定要相信黄金呢？那么我美国以前是全世界最多黄金的国家，现在更是啊。那么我就可以告诉全世界，你们放心的就拿着美元去买我的美债，把钱借给我吧。因为就说我还不起钱，我也可以用手上的黄金作为抵押。也就是说，黄金价格暴涨，而美国拿了最多黄金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我美国不够钱花，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拿黄金去做抵押，问全世界借更多的钱啊？甚至有一天，我美国还可以直接用黄金来发行美元，直接宣布恢复金本位，这样我手上只要有黄金就可以印更多的钱了。而且如果我印了1万亿美金出来，其实我还可以透过银行的杠杆把它当成10万亿去花的。然后这些新印出来的钱呢，每一张你都会觉得很有价值的，因为这些钱背后是有黄金撑腰的啊。简单来说，美国其实就是想要给全世界讲一个故事，因为我手上有黄金，所以美元还有美债这些资产都是有价值的，不会变成废纸的。所以有跟着我们的都知道，去年到现在我们敢重仓，并且为我们带来利润最多的，除了美股美元，就是黄金和比特币，尤其是黄金啊。比如说我们在去年年头的影片就说，我们在黄金突破绿线，也就是2万美金左右进场，然后在2万4左右的时候就卖掉了，加了2倍杠杆的情况下呢，利润是30%多。然后等到黄金重新突破2万4，也就是上面这条红丝线的时候呢，我们又再一次进场了，大概是2万8左右呢，就分批的卖出了，加了杠杆利润呢，也接近30%。那么在3个礼拜之前呢，无论是我们内部的补习班，还是我公开的影片都说过，我们又开始布局黄金了。这一次呢，我们在它突破紫色下降趋势线，也就是2万7左右，又再一次进场了。到现在加了2倍的杠杆之后呢，利润大概是19%。那么这些有影片的地址为证呢，是不能造假的。但我并不是想要炫耀什么，只是想要让你意识到，其实我们并不是因为什么新闻或者是什么基本面出来之后看见机会了才进场了，而是因为我们提前在图表上面发现了大户进场的蛛丝马迹，发现了低风险的进场机会，所以我们才进场的。我们股票投资所用到的方法呢，也可以运用在黄金、比特币、外汇，甚至任何的市场的股票里面，因为我们只需要跟着大户的资金造出来的趋势，去买进那些大概率会上涨的资产就 OK 了。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会做高赔率的交易，而这一切呢，是可以形成肌肉记忆，是可以很客观、很简单的。简单来说，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我看到乌云了，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来玩这场游戏呢，我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我是在做赌博，实际上呢，我却是在投资啊，能听懂吗？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你必须要在我们今年准备要下架之前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而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了，这报名费呢不用100美金，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啊！错过了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再学到这套心法和招式了。所以看到了吗？美国这一步走的是不是将计就计，引俊入瓮呢？你全世界不是都去买黄金，不去买美债吗？但如果这个黄金和美债都是我的筹码的时候呢，那么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去年年头影片说，开始买入黄金的时候呢，也就是黄金刚进入牛市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美债进入到了熊市啊。为什么呢？一直以来，大部分跟美国做生意的国家，尤其是中国，他们卖东西给了美国，赚足了美元之后放在手上不动，这美元呢就会因为美联储印钱而贬值嘛。所以中国这些国家就会把美元拿去买这个长期的美债，收取这个利息去保值。同时呢，当他们需要美元的时候，又可以很快的把这个长期美债卖出去变现。但是俄乌战争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了，就是美国直接冻结了俄罗斯海外的资产。这就好像你花了一大笔钱去买了套房子，这套房子呢确实是属于你的，但是你不能租进去，也不能拿去收租，你只有拥有权，没有使用权，那这就很麻烦了。可能呢，也因为这样，中国就开始减持美债。其实减持美债不是把美债在市场上卖出去，而是说美债到期之后不再去买了。就是说我借钱给你，等到你把钱还给我之后，我就不会再借钱给你了。所以当中国把这笔钱拿回来之后，就开始不断的去买黄金，然后把黄金运到自己央行里面的仓库存起来，这样呢就不会被任何人抢走了。还有美国升息呢，就让美债价格开始下跌。这呢就是为什么之前美国很多银行都要倒闭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银行一般来说都买了天量美债，而且是加了杠杆的。但现在美债价格都要下跌了，他们的资产呢就直接缩水了，卖出去呢就亏钱，不卖呢就周转不灵，所以呢就要倒闭了。那么其他国家也一样的，你会发现去年减持美债最多的就是日本和英国，然后他们呢也跟着去买黄金了。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黄金就4种人会买。第一呢，就是搞工业的企业嘛，他们买黄金就是用来制造产品去卖的。第二就是买黄金作为奢侈品、作为首饰的那些人，这2种人呢是影响不大的。最大呢就是第3种和第4种，也就是央行和投资者。因为央行一般买黄金呢都是国策，买了之后呢就囤起来不卖了。而投资者呢，看到各国的央行都在抛美债买黄金，他们也会跟着去做。所以这段时间呢，美债跌了，黄金呢就涨了。这只是开始啊。刚才说了，只要黄金可以当钱去花，只要美国继续推高黄金的价格，那么这其实就是新的一轮货币战争嘛。也就是说，就算美国不升息，就算全世界不借钱给美国，但全世界的人呢，都还是会抢着把钱送给美国的。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最近当全世界的人看见黄金上涨了，无数人都去排队买那些金块、金条，想要参与其中的时候呢，这是不是等同于你在拿自己国家的货币去换黄金啊？甚至很多黄金的 ETF 期货都是要用美元去买的。所以最近全世界的货币呢都在被抛售了，然后呢又开始贬值了。也就是说，美国升息的时候呢，全世界的货币都贬值了。比如说日本、韩国的汇率就暴跌了，一些国家比如说埃及啊、阿根廷、巴西的汇率就直接崩了。而美国现在降息了，但是这个黄金涨了，全世界的货币呢也还是在贬值啊。也就是说，当时美国用利息吸走了全世界的钱，放到美国的银行或者是短期的美债上面去，拉爆了全世界的汇率。但现在降息了，依然呢，它还是可以用黄金的上涨继续拉爆其他国家的汇率的。如果再加上川普的这个关税，让全世界卖东西给美国的时候都要变得更贵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国家可以做的就是主动的把自己国家货币的汇率呢去降低了，从而呢就可以让自己的东西卖的又便宜下来了，这样就不会受关税让价格上升的影响，失去了很多的订单了。但是货币呢就会再进一步的去贬值，而这个时候呢，你是投资者，你看见自己国家的货币不断的贬值，你的资产都要打折贱卖给美国的时候呢，甚至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看见自己国家进口的东西都变得越来越贵，你生活成本都变得越来越高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就会要把钱、把资产都转移到美国或者是其他的避险资产上面呢？比如说黄金、美元和美债呢？最重要的是，很多做生意的人呢，他们借的都是美元啊。比如说你跟我借了100万美金，现在就换了3000多万的台币去台湾做生意，1年之后呢，台币贬值了，你这3000多万的台币可能只能换80万的美金，而且呢，你还要还利息给我。那么当你还不起的时候呢，你那家公司就要倒闭了。那么你当时借钱所抵押的股票和房地产呢，都会归我所有了。比如说97年泰国欠了900多亿美金的债，但是汇率呢被锁的是那些金融大鳄，做空的泰铢贬值了，所以呢泰国就只能拿手上仅有的美元去救市，但是他欠的美元债呢就还不起了，所以就直接引爆了亚洲的金融危机。泰国人累积了几十年的财富呢就这样灰飞烟灭了。等到这些资产跌到跌无可跌的时候呢，
美国资本家就可以拿着升值的美元去抄底这些贱卖的资产了。泰国如此，日本如此，韩国呢也如此的。也就是说，如果美联储扩表印钱，我们的货币都继续不断的贬值。还有，如果这一轮的贸易战、货币战真的是这样发展的话，那么黄金就将会是这个世界最安全，甚至是暴涨潜力最大的资产了。也因为这样，全世界各国很多的富人都在囤黄金了。未来这些年呢，家里没有黄金的人，资产没有配置黄金的人呢，财富可能就会被无形的掠夺走了。而除了实体黄金，也就是金条、金块之外呢，普通人想要赚走黄金上涨的利润，其实还是可以透过 ETF 去布局的。比如说我自己，只要我赚到钱了，我就会定期的买入一部分的实体黄金，然后囤起来，永远不卖的。因为这对于我来说呢，是最好的避险资产，是真正的货币。而如果黄金出现涨势，我自己想要从中获利，那么我就会去买黄金的期货。而如果再简单一点比如说新手的话，其实是可以透过 ETF 去布局的，比如说 GLD、IAU 都是比较大的 ETF。但如果说我们内部比较老手的弟子呢，觉得黄金的涨幅太慢了，我们呢也会去布局2倍做多黄金的 ETF， 比如说 UGL。那我呢不是在做业配啊，只是说这些 ETF 呢都是以美元来计算的，也就是说你要先把货币兑换成美元，然后再去买的。所以前提是你觉得自己的货币要贬值了，美元和黄金呢要涨的话，你就可以考虑布局这些 ETF。而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什么叫做低风险的买卖时机，什么叫赔率、胜率，还有我们选择资产、选择股票的条件，而不是单纯的看感觉，没有标准、没有条件的去做投资。因为最近黄金已经涨了很多了，有回调的风险了。那么如果说你现在贸然的进场，就很容易被套牢了，一买就跌了。就算后面涨上去了，但又会很快跌回来了。所以这一切都是有系统、有规则的。详细的，如果说你还没有报名免费的投资班，那么你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啊！因为之前这个免费投资班呢就出现过爆满，然后没有办法再去观看了。好了，美联储停止了降息，我们的股票跌完又涨，涨完又跌，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接下来又会怎么样去发展，怎么样去布局呢？时间的关系呢，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会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我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的。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